大家好，九重葛与树葡萄移植完毕之后，因为空间的改变，很多原本的设定也得跟着改变。这堆草草历经缓速垫高之后呢，由于土壤湿黏，就先在围出的菜床周围种上青葱。先种上青葱的目的，除了是因为进入雨水期有了比较高的位置后，第一步提早布局除了青葱容易种植之外，遇到台风时也是容易飙涨的作物了。而选择种植在菜床周围，则是要对日后内部作物提供驱虫的保护了。只是不动手则已既然要动，就动大一点。一直以来，很多家庭种植在多雨的季节会选择休耕或是减作的方式除了因为需要除草的时间很久之外，土壤过于湿黏也是一种限制而要快速除草跟解决土壤湿黏，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只是会比较费力这对于希望顺便改造环境的人而言，近期接下来的影片或许是可以提供不错参考的影片关于要解决土壤湿黏，最有效的办法是将土壤垫高但是垫高土壤过程，除了需要不少的土壤，同时也得避免日后土壤的流失就像这个位置走道上，虽然已经铺了杂草抑制席土壤留下后也是无法避免长草，而还可以忍受的原因，主要是往下流的土壤不多，也还算好拔而既然要做环境大修整优化，事先当然得把一些困扰找出来，尽可能的一次解决掉所以就动手继续把瓦片铺设的菜床加大。这内部填满土壤后，不但干湿比较容易控制土壤往下流的机会也就变少了。至于如何快速利用瓦片铺设菜床与进行除草，这得下一部影片才有办法呈现目前堆砌出来的菜床优先充当堆草槽土壤湿黏拔起的杂草会带有很多土壤堆草槽是很有效率自动脱土的办法，只是会对一旁的青葱造成生长困扰。青葱的位置会变成菜床里最低的位置青葱是耐旱怕水淹的作物，所以此处的青葱也得拔起重新移植而这侧是经过雨水洗礼后失控而快速生长出来的杂草湿黏的土壤要进行除草要有一些技巧，不然就只能静待度过雨水期土壤潮湿下要进行除草是不难只是除草过程太难将土壤分离干净而这土壤表面也会留下不少草籽堆草槽菜床的设置呢，就可以解决这烦人的问题因为菜床本来就需要补土除草时就采用带土的方式，连表面的土壤跟草籽都一起丢到菜床里进行脱土晒干，晒干后再进行脱土或是直接掩埋草长出来也是在封闭空间里长出后算是非常容易清理这样做的效率会好很多当然也是有人会选择就地晒干后烧掉不过有空间放这些带土杂草，清理起来就会快速非常多只是因为原本杂草堆里还有山药还没有进行移植不然清理时可以不用小心，还会更为快速意外来的拿瓦竟然喜新厌旧从七里乡下改到树葡萄下睡觉。树葡萄还没有稳定生长就进行挖土各位看官呢，试问该如何是好？后续就是将挖起的青葱全部移植到高的菜床上。反正要改造种植环境，
会再增加垫高土壤的空间这一旁就跟着又动了起来，过程不麻烦也很快速但是要说明搭设菜床快速除草过程有点繁琐有需要改造过程的观众朋友，方便的话请帮忙按个赞吧，毕竟这原始的状况是这样，很需要花头脑思考流程安排的。谢谢收看。